嗨，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 Bath 吃了一个非常珍重的下午茶。其实这个楼呢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建筑物。Hello. Which language would you Is like? it like a Mandarin? Okay, so Mandarin is that. Okay, If you press number one and sure. play for the instructions, key in the blue numbers on the display, it'll Okay. talk to you. You listen to it like a phone, okay? Okay. This is the volume. Thank you so much. That's alright. All right. 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博物馆啊，其实呢，就是以前的罗马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他们的大浴场啊。你看，从这个窗口这边呢是可以看到的。这个下面呢，就是一个大澡堂啊，就大家以前看到罗马的电影啊，都有这种大澡堂。所以罗马人呢，占领了英国以后啊，就把他们这种享受的这些设施呢，也原封不动的建到了英国，所以这边呢就变成了一个现在很多人到这边来旅游的胜地啊，因为这些建筑物非常的有罗马的特征。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浴场那边的这些罗马式的雕塑非常有艺术感。后面的那些房子呢，不管是从这个色彩啊，还是这种建筑的风格，全部都跟罗马我们看到的那些建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们呢在这里就转一转。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友啊，专门的请我到这个 Bath 这个城市，非常有特色的啊，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还帮我买了这个进来参观的票啊，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上面呢是有一个地图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庙，也是温泉，在公元1世纪建成的。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当年的一个建筑的复原的模型。至今呢还留下了当年的建筑的一些材料，非常精美的一些石刻。非常精美的石刻啊，这个是你想想看，2000年以前的一些作品啊。人像的石刻，这个应该是动物的石刻。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西方的文明呢发源于希腊，但是同处于地中海的罗马，就是意大利这块区域呢，他们占得了先机，在希腊那边继承了文明啊，然后发展以后呢，就成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占领了欧洲的大部分，然后就有了文明的传播，这也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先人留下来的生活的痕迹和使用过的一些器物，这个中间呢就有财富的象征，
货币啊，各种银币、金币，这都是罗马时期的各个年代的一些货币。就这个博物馆呢，你看啊，它不但有实物的展示、文字的描绘，还有一些通过人演绎的这种画面，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形象、更生动地来了解文明的历史的演变啊。想起前段时间在多伦多博物馆就曾经看过文明的演进，当然主要是他们表现的都是西方的一种文明啊。那今天这个呢，又来重新上了一堂西方文明的演进的历史课。当年呢，因为生产力毕竟还是比较低下啊，所以呢，它还是一个以帝国的形式，集所有老百姓的智慧啊、力气，然后呢，做出了很多的一些流芳后代的那种艺术品啊，包括一些现在还在用的一些古建筑，或者它的一些基础部分。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当年的这些差不多2000年以前建的房子的基础，这些基础依然还存在。所以人类呢，这个历史在处于一个文明早期的时候呢，它就是靠强权、靠统一这些资源啊，在慢慢的建起了这些宏大的建筑，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类文明的成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呢，其实慢慢的就产生了民主的萌芽，然后呢，有了三权分立，有了议会，有了民主，然后呢，才有了现代的文明啊。记得以前去过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一座被火山灰埋没了1000年以上的城市啊，挖掘以后呢，现在有很多的建筑物被保留了下来，同样的也是非常让人震撼啊。而这边的这些基础啊，就很像是这种2000年以前的先人的那种建筑的遗存，是一段文明的历史的见证。进这个博物馆来参观呢，要付19块英镑的门票啊，但是呢，它也附送一个翻译机，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用你听得懂的文字啊，来进行讲解说明。我现在手上就拿着这么一个装置，像一个电话一样的一个东西。这里展示的呢，是2000年以前啊，在古罗马的时候啊，在这种打薄的芯片上面刻上了文字啊，就得以保存到现今。就是以前的人使用过的一些器皿啊，跟中国稍稍不同的话呢，是他们更早产生了这种金属的器物。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温泉啊，大澡堂，一个露天的大澡堂啊。边上这些建筑物啊，还有很多以前遗留下来的装饰品，一些人像等等啊。看来呢，这种澡堂啊，应该不止一个，大大小小的有很多个。这些金银铜币呢，都是在澡堂里面发现的啊。就这些温泉澡堂里面呢，就遗留下很多以前人遗失的这些货币啊，应该有金银铜都有吧。这是这个大澡堂的一个整个流程啊。虽然我并不完全看得懂，但是可以看到啊，
它非常的严密啊，有很多的流程。刚刚呢，就是从那个大厅进来，从那头呢过来参观的啊。现在呢，我们要从这边走出去，去向大澡堂啊。与其说罗马人啊，作为占领者啊，他追求他的享受，建了这么一个大澡堂，那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他也是把他们的一种休闲文化、一种文明的元素呢，传播到了相信当年还是蛮荒之地的英国大地。所以这些先进的东西啊，还是被后世所看重。虽然他当年应该是作为一个占领者啊，来到这边，可能也会招致当年的这些本地人的一些反对或者抵抗啊。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这个大澡堂。我相信这个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公共澡堂啊，就是大家在这块洗澡。但是其实呢，在这个建筑物里面还有很多小型的，可能能够享受更多服务，或者家庭，或者有身份的人在这边开会，顺便呢洗个澡就谈成了生意啊，等等这样的小型的澡堂。但是这个露天的这种澡堂呢，确确实实啊，还是让人家可以回想到当年啊，那个年代泡着温泉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啊。你看这个池子里面呢，其实这个水温应该是还是热的啊，因为看到很多蒸汽从水面上冒起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柱子啊。我相信有很多的可能在后代啊都不断的维修过了，但是呢，澡堂边上的那些柱子，还有上面的那种横梁以及这些雕塑呢，应该都是原装的啊。所以经过那么多年能够保存下来，应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即便是外来的一些东西啊，只要它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它有所保留。这个英国的距离伦敦啊大概200来公里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因为有温泉啊，被当年的入侵者、占领者罗马的军队啊，罗马人呢占领之后，按照罗马的他们的一些设计，然后呢，根据他们的一种享受的指标啊标准，在这边呢建了一个大澡堂。这个就是我身后啊有的这个大澡堂。那这个澡堂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博物馆，供大家在这边参观。刚刚这里面呢已经走了一大圈了。这不但是展示这个澡堂的历史，而且也把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些脉络呢也交代了清楚。还有很多的一些物证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历史的物件。一起来展出，让大家了解西方文明的一种演进的过程。当然，这个主角呢就是这个澡堂啊，但这个澡堂呢，有好多个，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公共的澡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澡堂啊。你看，即便现在看这个建筑物也是非常的雄伟啊。所以想象当年的占领者们，他们在这边啊，你可以说他们掠夺了很多财富，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发展了经济啊，带动了这边经济的发展，就创造了财富以后呢，在这边就建成了很多，像这些应该是高端的消费的场所啊，而且历经1000年以上，依然还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呢，成为后世的一些时尚的风尚啊。即便到现在，像这种澡堂，应该也是到处都是啊。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们作为后人呢，能够到这边来走走看看啊，就了解东方文化之外，还有很多西方的一些文化。那西方的文化和东方的文化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碰撞啊。有时候也会讨论它哪个优哪个劣，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就是人类啊，它的一个文明的走向的不同的途径，应该最终呢，它还是要回归人性啊，殊途同归，反映大家真正内心的一种需求和追求。现在我就围着这个澡堂来转一圈。澡堂边上还留着很多的这些建筑物，相信呢有很多地方应该是更衣啊，然后做什么准备的这种房间吧。经过无数个世纪，你看这个澡堂边上这些石头呢，有些已经塌陷了，有的已经被磨平，就有明显的历史的痕迹了。就在这个大澡堂的边上呢，它叫 East Bath， 就是东面的一个浴场。那这里呢，基本上啊都是黑灯的状态，就是比较小的一个洗澡的池啊。你看对面呢，就是通过投影啊，就是像一个影片来想象啊。当年人家这个古代人是怎么样来这边泡澡，怎么样来洗澡。从那个最大的浴室边上啊，有各种各样的小型的浴室，而且功能不同。比方说这个地方呢，它展示的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蒸桑拿浴一样的高温的浴室，就这个地板下面啊都是有烧火，保持这个房间呢非常的温暖，或者说很热，就会出汗，通过排汗呢，就是达到一个排出这些毒素啊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洗澡啊，它兼有医疗这样的作用的这个房间，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明古代人呢，很早就懂得啊怎么来保养他们的身体，通过洗澡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来去除疾病啊，预防疾病这样的一些做法。在这里展示的啊，通过一些投影，就可以看到当年的古人呢，也会进行一种按摩啊，
这个就跟现在也是一样，洗澡也有按摩，让这个身体呢通过更好的循环啊，来排除毒素，来得到更好的健康，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呢，我继续走回这个展览厅里面啊，这里面陈列的呢都是以前的一些水管，还有一些建筑的材料啊。刚刚呢，在东洗澡房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西洗澡房。这个呢，应该也是一样啊，是一个类桑拿一样的浴室。那么从这边呢，我们就参观结束，就出去了。Hi, come on, can I take your audio guide? Oh yes. Thank you. Okay, come on through. 参观结束呢，就来到了一个售卖纪念品的小店啊。这边呢有很多介绍这个罗马浴场的书籍，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纪念品，以及呢洗澡用的一些物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纪念品商店。如果不买东西呢，我们就从这个门出去了。走出这个温暖的房间呢，我们就来到了 Bath 这条主街上啊，非常漂亮的一条主街，我们来稍稍的往前走走。根据刚才的介绍啊，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军队就占领了英国很大的一些地方，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当年啊应该是比较先进的文化呢，就输出到了这里，并且呢，他们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啊，这种大的浴场，其实呢也是不仅仅是一个养生的场所，其实更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大家一起泡澡、说话，就很多生意、很多事情可能就协调好了。这个就有点像广东人喝茶一样的道理啊，就是往往喝了几个小时的茶，就把感情联络了，就把生意谈成了，应该都是异曲同工的啊。